莫彩环曾问过韩立那句锥心之问：“师兄，难道没有灵根，真的就无法成为修仙者吗？”这声叹息轻飘飘地散落在人间的烟火气里，却重若千钧地叩击着凡人修仙转世界那扇冰冷如玄铁的天道之门。数十万载光阴流转，修仙界岿然不动的第一铁律便是：无灵根者绝仙缘。灵根如同天道至下的头子，是感召灵气、吸纳修炼、施展术法的唯一凭证，是将渺小凡人擢升为超凡存在的通天秘钥。灵根世界等级森严，大抵可分3类：伪灵根者身具5种属性，灵气感应驳杂，修行如蜗行牛步，是为仙路底层；真灵根者慵懒，3种属性，修炼已算顺遂，乃宗门中间；天灵根者独钟单一属性，感应精纯，修行1日千里，被誉为天之宠，受尽艳羡与追捧。而我们的主角韩立，初始竟是4属性缺金的伪灵根，先途之暗淡几乎注定。但是命运的轨迹在他元婴后期时发生了惊人转折，他远赴乱星海，以雷霆手段诛杀10级妖王金蛟王，取其金属性妖丹，竟生生补全了缺失的金灵根，成就了理论上修炼最为艰难的5属性伪灵根之身。此举令人费解，于资源相对贫瘠、境界止于化神的人界，补全5行灵根并非必要，甚至可能拖累修行进度。韩立为何要逆势而行，主动踏入这看似更为崎岖的道路？这背后是一场跨越2界、贯穿数个境界的深远布局，更是一场与命运、与强敌、与自身道路的精心博弈。人界修行境界止步于化神，炼气、筑基、结丹、元婴、化神，步步攀升，虽也艰险，却尚未对灵根属性提出严苛要求。但是在更为浩瀚、灵气沛然的灵界，化神之上尚有炼虚、合体、大成3大境界，其中一道天堑横亘于化神与炼虚之间，欲进阶炼虚，必须5行合一。这意味着，无论人界飞升修士，还是灵界本土俊杰，若想窥探更高境界，补全5行灵根是无可回避的终极课题。人界修士本无需提前为此烦忧，韩立之所以在人界便未雨绸缪，根源在于2件事：他提前获悉了灵界炼虚境的奥秘，并且他选择修炼了一门威力绝伦却也风险莫测的功夫——元磁神光。元磁神光上古遗泽，号称可破尽天下5行，其威能之巨，足以令修仙者心动神摇。乱星海霸主天星双圣机缘巧合得获一座元磁神山，便以此为核心修炼此功，希冀借此突破化神瓶颈。但是直至修炼至最终门槛，他们才骇然发现一个致命缺陷：欲将元磁神光修至大成，并借此破境化神，修炼者必须身具完整的5行灵根。这对天星双圣而言，不啻晴天霹雳。首先，身具5行伪灵根者，筑基、结丹尚且千难万险，遑论修炼至元婴乃至化神。其次，他们自身皆是天赋卓绝的天灵根修士，纵之缺陷，既无弥补之法，亦受限于自身灵根属性而无法转还。无奈之下，2人只得含恨断绝化神之望。临作画之际，天星双圣布下一局，目标直指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韩立。为换取韩立未来对其女灵玉灵的庇护，他们将心宫珍藏的号称能助人突破化神的诸多秘术相赠，其中绝大多数秘术要么残缺不全，要么效果存疑，唯独关于元磁神光的记载看似最具可行性，却隐含着未言明的陷阱。一旦修炼此功，便受元磁之力所致，难以动用5行宝物，行动范围亦将被牢牢束缚于元磁神山所在的心宫之内。这是一场赤裸裸的阳谋。天星双圣算准了韩立追求大道的迫切之心，尤其是当韩立目睹韩立上人尝试以极寒之焰突破化神失败后，元磁神光几乎成了他眼前唯一清晰可见的路径。他们无需强迫，只需将机会摆在韩立面前。韩立何等机敏，岂会毫无防备？他首先尝试的便是釜底抽薪，搬走元磁神山。此山乃修炼元磁神光之基，亦是束缚修炼者的枷锁。天星双圣自是神山难以撼动，炼化方能设局。未曾想，韩立竟以半截黑风旗结合阴罗幡，别出心裁的炼成空间法宝赤魂幡，成功将整座元磁神山收入囊中，一举破除了行动受制的最大隐患。但是天星双圣的算计更深一层，他们明知元磁神光大成需5行灵根，却对此关键信息缄口不言。若韩立在不知情下贸然将功法修炼至深处，必将面临与他们当年同样的绝境，功亏一篑，甚至可能反噬自身。幸而韩立的机缘与谨慎再次救了他。彼时韩立身边有一位特殊的存在，天蓝圣兽分身。此兽原为天蓝圣女召唤下界对付韩立，却反被韩立擒获，最终达成某种合作。在韩立尚未修炼元磁神光时，天蓝圣兽便曾提及灵界炼虚境5行合一的规则。待韩立开始修炼元磁神光第1层后，他更依据自身经验敏锐指出，此功法包罗5行之力，若想真正驾驭乃至大成，补全自身灵根，特别是预先准备一颗金属性的纯属性妖丹以补金灵根，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天蓝圣兽虽不谙元磁神光具体法门，但其来自上界的见识与对5行深刻的理解，为韩立指明了预防潜在危机的方向。
韩立虽未立即行动，却将此言铭记于心。在服用回阳水增益寿元后，经过长久筹备，他最终重返乱星海，斩杀金蛟王，并依天蓝圣兽所授的丹灵根秘术，将那枚珍贵的金属性妖丹成功祭炼，补全了自身最后的金灵根，成就了完整的五行伪灵根之体。这一当时看似未雨绸缪，甚至有些浪费的举动，实则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。他不仅消弭了元磁神光修炼至深处的致命隐患，更为韩立日后以此功突破化神境铺平了最后的道路。若无天蓝圣兽的提点与丹灵根秘术，韩立极有可能重蹈天星双圣覆辙，困死于化神门槛之前。由此可见，韩立在人界补全五行灵根，并非盲目之举，而是多重因素推动下的必然选择。既有来自灵界高阶存在的规则预警，天蓝圣兽又有修炼特定顶级功法的内在需求，元磁神光更离不开他自身一贯的谨慎性格与长远布局的眼光。由韩立的经历，自然引申出另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：在灵界、人界视为绝世天才的天灵根，其地位是否依旧超然？答案依旧是肯定的。灵界灵气远胜人界，修炼环境得天独厚。理论上，即便是五行伪灵根者，若毅力通天，机缘足够，亦有缓慢攀升至炼虚期的可能。且因五行俱全，同阶战斗力往往更为扎实全面。但是，这绝不意味着天灵根的优势不在。在灵气充沛的灵界，天灵根修士的修炼速度优势将被进一步放大。他们在炼气、筑基、结丹、元婴、化神乃至炼虚初期的积累阶段，其精进度往往能遥遥领先于多灵根修士。正如天蓝圣兽所言，天灵根修士，尤其是属性优异的丹灵根或变异灵根者，始终是灵界各大宗门势力竞相争夺、着力培养的核心弟子。至于炼虚期所需的五行合一，在底蕴深厚的灵界早已不是无解难题。丹灵根这类以妖兽内丹等天才地宝暂时或永久补足缺失灵根的秘术，虽非寻常，却已存在。天灵根修士在需要时，完全可以通过此类方法补全灵根，继续向更高境界迈进。固然，以此法补全灵根的修士，在五行圆融、灵力根基的深厚程度上，或许略逊于天生五行灵根者。但考虑到两者修行速度上的巨大时间差，当天灵根修士已补全灵根，成功进阶炼虚时，天生五行伪灵根者能否突破元婴期，都尚未可知。前者的整体优势依然明显。那么，既然灵根可补，灵界宗门何不大量寻觅凡人，以丹灵根秘术人为制造天灵根修士？这触及了天道规则的另一层限制。丹灵根秘术并非无中生有，它要求受术者本身至少已具备一种或多种属性的灵根，其原理更像是修补或嫁接，是在已有灵根基础上的属性增补，而非为毫无灵根的凡人凭空赋予修炼资质。灵根的有无，仍是那道最根本、最残酷的天堑，将无数如墨彩环般的凡人永恒地隔绝在仙路之外。墨彩环那声无望的追问，如同一个渺小的注脚，衬托着修仙界宏大而森严的法则。韩立的道路，则是在这既定法则缝隙中，凭借机缘、智慧与决断，一步步凿出的独特轨迹。他补全五行灵根的故事，远非简单的升级或补强，而是一场跨越境界的认知领先，知晓灵界规则，应对高阶功法的未雨绸缪，修炼元磁神光，化解他人算计的机变破局，应对天星双圣阳谋，以及善用一切资源的生存智慧，听取天蓝圣兽建议的集中体现。这揭示了凡人修仙传世界一个核心命题。在看似固化的天赋决定论、灵根优劣与境界壁垒下，修士的命运仍存变数。这变数源于超越当前环境的认知，对自身道路的清醒规划，对潜在危机的敏锐洞察，以及将一切机缘转化为自身资粮的强大执行力。韩立以伪灵根之身，步步为营，最终踏足仙道巅峰。其历程本身便是对灵根决定论最复杂的回应。他从未否定灵根的重要性，甚至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去补全。但他更用行动证明了，在漫长的仙途中，比先天灵根更为珍贵的，或许是那份在绝境中永不放弃的向道之心，在迷雾中谨慎探寻的睿智眼光，以及在重重算计与天道规则间，为自己走出一条路的坚韧与魄力。这或许才是凡人修仙真正的不凡之处。